累坏了吧？啊，太累了。是啊，脚好疼啊。那个水放在你的箱子里了。还生着火，马上就烧开了。喝水吧。多加点柴火。啊，找到了，那小公公冲泡的。哦，没事没事，这洗新的。谢谢你啊，小雨。不谢。你是学医的吗？嗯，我是护校毕业的。真的？你是白衣天使啊！哎呦，太荣幸了！我跟你说，现在像你这样又漂亮又贤惠，还积极要求进步的姑娘，真是越来越少了。哎呦，我太荣幸了！你太过奖了。不过你表妹可真是的，怎么害你被人打成这样啊？哪里是亲戚啊，简直就是仇人了。这也不能怪他，他不让我来也是为了我的安全负责嘛。你心地真好，都这样了还替他说话。哪里。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哎，轻点。哎，出来。你要不要脸啊？这样的弥天大谎你都撒得出口？你小点声行不行？我这不也是被你逼的吗？才跳上你这条破船。谢若雪，你可真够狠心的，我差点被他们弄死，丢在黄浦江里喂鱼。谁让你威胁我的？我想着他们了不地把你打一顿，管你爹妈要钱赎你呗。哎呦，我托我堂姐的鸿福，我爸妈现在都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我。我说你这丫头片子胆儿也够大的啊！你就不怕我真的去告密去？我想过了，就你那点本事啊，也没什么资格做大坏蛋，了不地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等你发现支票是假的，我人已经走了。你去告密只有3种结果：一，他们不相信；二，就算他们相信了，也会把这笔账赖在你的身上。你早干嘛去了？3，你去告密也拿不到3000块钱啊，还会惹得一身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你韩伟松是不会干的。你敢再聪明点吗你啊？所以我现在走投无路，我只能来跟随你了。与其在上海混不下去，还不如换一个地方。人挪活，树挪死，况且共党现在势头正猛，说不定将来我还能混个一官半职什么的。你少在这儿做白日梦了，我这就告诉老吴，绝不让你的阴谋得逞。你去。我韩伟松要是耍赖犯浑，那可是天生的。我还就不相信了，这个世界上有我说不清道理的事儿。那谢天赐的事儿呢？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和你一起长大的哥哥是个日本人，而且这个日本人竟然有日本军方的背景？哼，不是我吓唬你，共党的广播我也是经常听的，他们特别讲究纯洁性。就像你这样的，别说去不了根据地，恐怕连厉文轩都要降职审查，那他的大好前途可就全回你手里了。你真卑鄙！你聪明，我也不傻呀。所以说，咱们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觉得呢？哎呀，太没素质了你！来，我少要点。给，谢谢。来，给我。啊，谢谢啊，不客气。哎，你的。好。给，谢谢啊。小心烫啊。嗯。来。来，给我碗。哎，给你。谢谢。来，哎，好，谢谢啊。来，下一个。谢谢。哎，若雪，
给。谢谢。啊。不过还有啊。喏，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鸡蛋，你是伤员，给你吃吧。哎呦，小易同志，你真好，谢谢你啊。谢什么呀？咱们这是革命大家庭，就是要互相帮助的嘛。快吃吧。你说的对。啊。哎，你的。给，吃饱了啊。吴长官，吴长官，别叫我长官，叫我老吴。啊，老吴同志，这是我昨天连夜写的简历，请您过目。不错嘛，4年前还为了救中国女学生，被日本流氓砍了2刀。被砍了？这真的假的？啊！真有啊！哎呦，哎，那么大的这哦，就是这道伤疤，还挺深的。哎呀，这刀口可不浅啊！疼吗你？小伤而已。哇，老吴同志，我的出身不好，我很担心咱们的抗日队伍会拒绝像我这样的人。这点啊，你完全是多虑了。我们的根据地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很多，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人生的第2次生命。这么说，我可以留下来了。谢谢老吴同志，欢迎你，魏松同学。谢谢，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谢谢，谢谢，太好了，谢谢。你好，先生，我这家小店还没开张呢。请问你是谢热雪的姐姐吗？是啊，我想来想去，这么重要的事情还是应该让你们知道。你是说，伟松去了苏北？这怎么可能？他在上海好好的，他去那个地方干什么？起初我也不相信，我让孙金宝帮我打听了一下，他被一个女人玩了仙人跳，在赌场欠了人家1000块钱。你胡说！他以前经常欠赌债，不会因为欠钱而走的，一定是你们骗了他。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哎呀，行了行了，这也不能怪人家疏影啊，是咱们的儿子不争气。好，你让我难受，我也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我现在就去宪兵队告发谢若雪投奔新四军。哎呀，你脑子给我清楚一点。现在是你儿子也投奔了新四军，那我怎么办？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也不放过他。行了，你哭个什么呀？哎呀，行了，我的姑奶奶，你哭什么呀？我儿子都没了，你还不让我哭吗？你儿子又没死，你在这哭什么呀？你说是我儿子，难道不是你儿子吗？你当初要是给他1000块钱，他也不会走。行了，现在不是泼妇骂街的时候，想想咱们自己该怎么办。这日本人刚才来电话了，最后给我们3天时间。还有，高利贷也剩3天了，3天后我俩的命都不知道在哪儿呢，你还哭呢？哭有什么用啊？那你有本事的话，去说服你侄女啊！你冲我嚷嚷什么呀？3天够了，我们收拾东西，离开上海。我不去，万一伟松回来找我们怎么办？那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就等着吃牢饭吧你。我就算被抓进宪兵队，我也不会放过韩疏影的。你想干嘛？我警告你啊，你不要胡来啊！这个韩疏影没有丈夫和孩子吗？她还没结婚。她没有兄弟姐妹吗？她父母膝下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如果韩淑颖出了意外，她手上的股份应该由法定的继承人继承。那谁是法定继承人？目前看来，应该是他叔叔，并且是唯一的继承人。大姐，您这儿还有青团卖吗？有是有，但是放了1天都硬了。你要不明天再来买吧？我这刚下夜班都快饿死了，您随便给我找点吃的吧。那要不你把这碗馄饨吃了吧？我刚下的。我赶时间，您呢还是给我随便找2个青团吧。啊，好吧。今天这个青团我就不收你钱了，你就当电业绩好吧？那谢谢了，那我先走了。哎，再见。叔叔，你怎么来了？啊，叔叔今天来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我不该听您婶婶的话，装病骗你。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您就不要再提了。其实我们也过得不好，前有狼后有虎。我想劝您婶婶离开上海，她不干。淑颖，我们要是有点什么事，你会帮我们的是吧？你和谢天赐关系不一般，你说话，他会给你面子的。他是我的噩梦，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啊。但如果他危及到你们的生命，我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啊，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呢。这么晚了，你吃饭了吗？啊，还没呢。我跟你婶婶吵架，在外头一直瞎逛，还没回家呢。那要不你先把这碗馄饨吃了，我一会儿再去下一碗。好，我还真饿了。淑颖，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你婶婶她这话怎么说呢？我明白，为了传恒和伟松的事儿，婶婶一定很记恨我。但伟松的事确实我也很意外。他是我儿子，我了解，他肯定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可我觉得让伟松去共产党的队伍锻炼一下也不是坏事儿，兴许几年以后他就变踏实了呢。我不看好他。烂泥巴，到哪儿都扶不上墙。叔叔，你怎么了？不舒服吗？馄饨。那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啊？不用。淑颖，我今天来，是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你说。你婶婶她要对你下手啊！叔叔。哎呀！叔叔，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你现在是不是特别遗憾？躺在里面的人不是我。你已经害死了我的儿子。我老公如果再有个3长2短，我该怎么活？是你害了自己的儿子。如果你现在再害死我叔叔，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胡说！他是在你的店里中的毒，一定是你下的毒。苏香梅，你再说一遍。就是你恨我们。你恨我们所有的人，你希望我们都死，
你可以霸占我们的财产。叔叔，叔叔，你刚才胡说八道些什么？跟输赢有什么关系？输赢，你别担心，只要叔叔还活着，他休想诬陷你。莆田少佐，武藤君，我已经实在等不及了。作为司令部任命的基地建设负责人，我必须要追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打下码头的所有权？对不起，这件事情有些复杂，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能再等了，一旦天气转凉，所有的水下工作都无法开展。武藤君，这件事你是不是过于谨慎了？对于中国人，有时候必须要采取极端的做法，不然无法控制他们。我再跟你重申一遍，这里是上海，不是战区。在我眼里都一样，不管哪里的中国人，都是需要高压的。武藤君，这样吧，您继续你的怀柔政策，我用我的铁腕手段，看看谁更有效。你们干什么？问问长韩书影。他们家汤挺鲜的。都给我滚！你就是韩淑莹，跟我们走一趟。原来是你。如果我再晚一步的话，你现在应该在日军司令部了。就为了船行的股份？你太把这件事情当儿戏了，他足以让你10条命，你知道吗？所以，我知道你恨我，但有些事是我自己也无法控制的。那为什么带我来这儿？签吧，放弃股份。我不会签的，这和打汉奸没有什么分别。你就是不签，他们一样也能拿到，而你呢，就白白搭上了1条命。我的命不会白白搭进去，至少我保住了气节，没有丢中国人的脸。你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你知不知道我不想你出事，我更不想看着你出事。所以，尽管你对我冷，我仍然一直把你当亲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记起我自己是谁。我知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总之，你乖乖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去。莆田少佐在全世界找你，如果你被他抓到了，你就没命了。他会伤害我周围的人吗？这个不好说。如果你一味固执的话，只能让事情越来越糟。你这2天好好想一想。舍生取义固然伟大，但搭上大家的性命就不好说了。
哦，左将军，不错嘛，跳的真不错，你也不错。没想到何先生舞跳的这么好，真的很不错。哎呦，你有朋友来看我的？好，少喝点酒啊。我先走了。哎，去陪陪左将军，去。不要嘛！真巧啊，你也来了。何先生真是如鱼得水啊！逢场作戏，烘托一下气氛而已嘛。我是指跟日本军方人士交往。您不知道啊，我是一个生意人，尤其是在上海做生意，我这每尊菩萨我都要拜。听说何先生出手大方，有个好丈人胜过一个好老婆。此言差矣。丈人再好也是外人，不如亲爹来的真些，是吧，武藤先生？我和你不同，我没得选，而你可选，所以你比我更加没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啊？你告诉我什么是底线？在我何楚天眼里就没有底线，除了命运，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啊，武藤先生，咱们不说这些了，在这个气氛里边，咱们谈这个太煞风景了。哎，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小姐跳一曲？我没这个爱好。那我们喝酒啊，喝酒。谢了。我习惯一个人喝酒，人多喝酒，酒就变味儿了。好，武藤先生，你真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啊！其实我跟何先生并没有交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韩疏影。他最近遇到了点麻烦，日本人要收船行，他手里攥着股份，死活不放，我怕他会因此丢了性命。哦，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就是一场买卖而已嘛。如果你知道船行的用途，你就会知道他不是买卖那么简单了。他的婶婶想要毒死他，他命大逃过一劫。现在军方都在抓他，但往后我不敢保证，也许会更糟。可是武藤先生，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呀？一个人可以屈服于财富，但我相信他内心深处还保留着真诚。哦，武藤先生，你知道的可真多。我还知道一个秘密，他现在藏在日新宾馆。武藤先生，以你今天的地位，你可以救他。恰恰我不行，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看你都不行，我更无能为力了。好吧，那我们只能看着输赢，听天由命了。现在这个季节啊，蛇多，让大家小心一些。哎，没事，不用管我，你走你的。哎，若雪，你怎么了？来，没事没事，脚崴了一下。坐一下。哎，同学们，好，现在啊，大家找地方各自休息，不要跑远了。歇会儿，歇会儿。不要紧吧？没事的，我可以坚持。太没经验了，怎么可以穿着皮鞋呢？我不知道下了船以后还要走那么久的山路，老吴，我们还要多久能到啊？还有5、6天吧。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前面的路更难走。这样吧，等到了有老乡的地方，你想办法换双布鞋。
这以后你的行李啊就别拿了，我来帮你提。谢谢。你好好休息。嗯。你们怎么样啊？行不行？谢谢啊。好。哎，我的妈呀！我早知道这么艰苦，本少爷就不过来了。那你赶紧滚！滚？往哪儿滚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哎，我有个好主意。我有个主意，一会儿你就装晕倒，我看他们个个膀大腰圆的，就你这小身子，背你肯定没问题。怎么样？你怎么能这么卑鄙呢？我卑鄙？我把机会让给你，我卑鄙？哎呀，你晕不晕？你不晕我就晕了啊！别让别人抢了先。滚开！我滚！你就逞强吧你啊！同学们，大家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出发了。准备一下啊！来，来拉我一把。怎么了？维松，你怎么了？大家快让开，别都围在一起。着急吗？没事吧？这怎么办啊？不会吧？哎呀，这太累了呀！人家在上山前就已经受了伤的，这些天一直在头晕。让一让！让一让！你干嘛呀？干什么？这不就行了吗？没问题吧？没问题就起来赶路。谢若雪，你这干什么呢？他现在是病人。结果是他醒了。你。哎，你没事吧？又怎么了？好，我这就安排人来背你。我背他。小心，慢点。都晕了吗？帮我扶一下。小心。好，来，搭把手啊，来，慢点。来，小心啊！小心，慢点。啊！小心啊！来，好。哎呀！哎！你也太过分了吧！他本来就有脑震荡，你还用冷水激他，他如果出了问题，你负责。哎！我一直在想，武藤浩司跟你说这些用意何在？让我去帮韩疏影。我怕他想抓你把柄。不会。那一瞬间，他的眼神是真诚的，而且我敢肯定，韩疏影的藏身之地是他安排的。可他为什么不出手？为什么要来找我呢？据我所知，武藤浩司跟日本军方。你好，
韩小姐，我叫瑞马斯·卡尔，德国人。卡尔先生，我认得你。沦陷以前，在租界您组织过好几次对难民的捐款，我还采访过您呢。呀，记起来了，你是《生江报》的记者。对，就是你。卡尔先生，请进。既然我们彼此相识，那我们下面的话就简单多了。我听说韩小姐手头有一些棘手的船行股票，是，不如转让给我们基金会吧。我们基金会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分支，专门救助中国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最关键的是，我是德国人，而且是一个德国名人。基于日本和德国的关系，我想他们不会找我的麻烦。那这样太好了。我正在犯愁如何处理手上这些股份。如果日本人真的要动手，我除了豁出一条命，完全想不到别的方法。而且说到底，以我个人的能力，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些强盗抗衡。我们为什么要拼命？生命先生，我们要见武藤先生！来人呐！来人呐！省省吧，你都喊了几天了，不会有人搭理你的。他们会拿我们怎么样？会杀了我们吗？你问我，我问谁啊？早说让你离开上海，你不听啊！我以为谢天赐会念旧情呢。明明都是韩淑莹犯的错，为什么要算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是被冤枉的，我恨死这个女人了。你现在恨有什么用？要恨你就恨自己吧。还是淑莹说的对，现今世道，谁能独善其身？会长，那对夫妻怎么处理？天天又喊又闹，真是麻烦。没收他们的财产，人就放了吧。放了？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对于唯利是图的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比要他们的命还难受。明白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卡尔真是要命。他不但拥有强大的国际背景，听说他跟德国军界某位高层还有亲属关系。目前还是不要招惹他的好。是我太信任韩连胜夫妇了，他们满口答应可以让我们拿到全部的股份，然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时间。我本来想这件事情可以顺利的解决，就不用非常手段。毕竟这么多年，这些上海商人都如同惊弓之鸟，我怕适得其反。结果让这韩连生给耽搁了，突然又冒出个卡尔，真是错失了大好时机。我要好好想想该如何向总部汇报。我已经替您想好了，这是我组织海洋专家深入调查后得出的报告。我们选的地址是在入海口的扇面冲击带，
常年会有大量的石沙沉积。虽然现在各项指标没有任何问题，但谁能保证7、8年之后呢？这选基地可不是一个小工程，万一5年之后出现问题，我们到时候再重新选址，绝对就是劳民伤财了。二四，你知道你最让我担心的是什么吗？是中国人身上那点不值一提的小聪明。你这份报告到底是为我开脱，还是为自己开脱？你是想保护我，还是要保护那个躲在整个世界里面你从来没有提过的那个女人韩淑颖？我知道她的来龙去脉，也知道你和她的瓜葛，但我一直没有点破，是不想让你怨恨我。坦白说，人老了，越来越在乎亲情。父亲，远离这个女人，你的未来不在中国，你必须要割断与这里的一切。出去吧。是。母亲，你要走啊？请你常常回来看看你的父亲，还有我。我会的。母亲，我先走了。これから孤児に優しく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今行くわけだ。海と養いは別なことだと。彼を日本に送らせろとも。じゃないと永遠な中国人になってしまう。日本に帰られますか？いつですか？わからない。对，码在那边，码好了，放那边。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哎，这是我家哎，你们怎么进来的？我们老大在里面，你们找他问去吧。那儿给我摆张大桌子，再放一个大算盘。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抢劫！我要报警！呦呦，还报警呢？你们从宪兵队回来了？命可真大！王爷，我们的账可以慢慢算，可你不能抢占我们的房子呀！抢占？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逾期不还，这房子可就是我的了。这官司你打到玉皇大帝那儿，你也赢不了。可是我们住哪儿啊？我们欠你的钱一定会还你的，你再容我们2天行吗？求求你再容我们2天，容我们2天啊！现在晚了，这房子我看上了。老天爷呀！同学们，这到了根据地啊，就到家了。以后呢，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只有群众谢谢大妈。能帮我们克服困难。没事儿，姑娘喝点水吧。喝水。大家一定要记住。谢谢大妈。你们都是哎，大妈啊，我想问一下，这儿是不是就已经是根据地了？也算是啊。不过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在山里，翻过去就到了。希望同志们，我的妈呀！我没有翻过那座山呀！是啊。对了，你们需要什么东西的话，可以在这儿的镇子上买，要不到了山里以后可就买不到了。谢谢大妈啊，没事。都传授给你们。哎，这条很重要，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一会儿你去集市啊？我们是一个战斗的队伍。关你屁事！你带上我呗。所有的行动
都要形成集体的意志。一会儿中午吃饭的时候，只有这样，报告，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报告，老吴同志，我想请假去买点东西。我是逃出来的，这衣服都没有的换，都馊了都。还有，刚才我表妹说了，经过一路上大家对她的批评教育，她对我没那么大成见了，还主动说给我买一身换洗的衣服呢。哎，鞋子不用买了啊，这个还能将就穿，能省就省。发挥你们的优势。好，在我们的队伍一会儿啊，给大家放2个时辰的假，一路上也够辛苦的，都松快松快。是。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飘零的花瓣，命运里凄婉，人乱世璀璨，有一段悲欢。几程步履蹒跚，不改颜色依然，在生死两端，爱恨纠缠。流不干，离别泪，天色将晚。亏欠的心安，我愿用生命归还。拨开硝烟，黎明就在眼前。谁说融入心衰，无关红颜？等春风里重生，总花开无名，让岁月记得清澈的眼睛。等曙光里重逢，终究梦已无凭，希望黑暗中前行。在春风里重生，总花开无名，岁月会记得曾走过的背影。在曙光里重逢，终究梦已无凭，希望会在城市苏醒。在春风里重生，总花开无名，岁月会记得曾走过的背影。在曙光里重逢，终究梦已无凭。日出释怀了曾经，前路